瑞典为何会如此反华呢？2018年，一则关于中国游客被瑞典警方粗暴对待的新闻冲上热搜，与此同时，也让瑞典这样一个十分低调的国家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但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这个看似平常跟中国并没有什么交集的国家，却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展现出了十分强烈的敌意，甚至这种敌意都不是极个别人的偏见，而是几乎整个瑞典社会的集体态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一切的源头都还要从3个世纪之前的陈年旧事开始说起。2018年9月21号，瑞典电视台栏目《瑞典新闻》悍然在直播当中公然播放辱华视频，一时间引得全网哗然。在这个视频当中，瑞典新闻打着给中国游客提示的旗号，大肆利用低趣味的噱头、粗鄙的语言，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并且还刻意使用残缺的中国地图，挑衅意味完全不进行任何掩盖。对于瑞典新闻的这种无理行径，中国网友自然是愤怒不已，就连人民日报官方也罕见地用上了重话，表示辱华者必须付出代价。其实，瑞典新闻之所以敢公然将辱华视频搬上荧幕，归根结底在于许多瑞典民众普遍对中国的那种歧视心态。这种歧视心态使得瑞典民众即使看到了辱华视频，也会感到这是理所当然的样子，符合他们对中国人的那种传统印象。时间倒回到3个世纪之前，其实在那个时候，瑞典民众不仅没有对中国人有任何的歧视心理，反而还十分崇敬。例如，在1753年，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里德里克送给自己王后路维莎·欧瑞卡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座中国宫。然而，这一切都在18世纪末期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从18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整个欧洲大陆都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上，各种琳琅满目的工业制品使得仅仅依靠欧洲自身完全无法进行消耗。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开始有欧洲商人想要将商品贩卖到中国。但好巧不巧，当时的清政府正处在最严厉的海禁时期，西方货物想要进入中国极度困难。为了克服这些阻碍，欧洲商人往往需要花费巨资进行上下打点，一来二去，最终赚取的利润又会所剩无几。对于资本家们来说，金钱那可是比命还要重要的东西。明明可以赚到口袋里的钱，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拿不到手，说不心疼那肯定是假的。因此就这样，一些西方商人便开始恨上了中国。随着他们回到欧洲，各种流言蜚语也迅速遍布欧洲大陆，最终便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个时候欧洲人已经对中国存在了偏见，但这种偏见还远远达不到歧视的程度。至于为什么会变成后来这个模样，与一个瑞典人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他就是瑞典著名科学家林奈。1735年，林奈著作《自然系统》问世，不可否认，这本书对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其在关于人种分类的相关内容上却夹带上了一些私货。原来，在这之前，欧洲人对亚洲人的肤色认定尚还没有形成统一。有些人认为亚洲人与欧洲人一样同属白种人，有的则把亚洲人定义为棕色人种，但无论如何都没有黄种人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在欧洲的文化语境当中，黄色并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色彩。用基督教的解释来说，黄色处在白与黑之间，既不绝对纯洁，也不完全污浊，是一种可耻的颜色。所以在对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还非常尊崇的时候，欧洲人自然不会用黄色这个不好的颜色来进行定义。直到第10版的自然系统中，林奈细微地将亚洲人调整为黄色，这才有了现在黄种人的说法。但很显然，这个改动并不是那么善意的。如果按照欧洲文化中黄色的含义，黄种人这个词几乎可以被比作可耻的人，歧视的意味不言而喻。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林奈要这么做呢？答案很简单，说难听点，就是为了趋炎附势。由于地处偏僻的北欧，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瑞典一直都属于欧洲的边缘国家，而这种边缘的身份便会使得瑞典特别希望得到欧洲主流社会的认同。因此，当整个欧洲开始流行对亚洲人，特别是中国的负面消息后，瑞典自然会甘愿当欧洲反华势力的马前卒。林奈是这个时代之下的一道缩影，代表的恰恰是很多瑞典人希望通过侮辱中国人来赢取西方主流社会掌声的扭曲心态。几年之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曾通过数据研究分析，弄清楚了现在哪个西方国家民众最讨厌中国人。最终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没错，就是瑞典。根据研究数据显示，现如今有超过85%的瑞典民众对中国感到十分厌恶，这一数据远超所有的西方国家。如果说过去反华是受到整个西方的影响，如今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能做到与中国友好相处，为什么瑞典还会成为那个独树一帜的例外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的瑞典政府绝对难辞其咎。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瑞两国的关系远没有现在这么恶劣。瑞典甚至是整个西方国家当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合法地位的国家。
但很可惜，这种友好的状态伴随着一件大事的发生逐渐消失了，而这件大事便是冷战的结束。冷战中，瑞典一直都是旗帜鲜明的中立国，对美苏任何一方都不过分亲近，也不过分疏远。但很显然，伴随着苏联的倒塌，中立也就逐渐失去了意义。毕竟天平已经倾覆，谁还能够稳占中央呢？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越来越多原本的中立国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投入到了美国的阵营当中。而作为一个向来都习惯见风使舵的国家，瑞典自然不甘落后。但美国的阵营可不是那么好进的。如果说苏联尚在，那么美国肯定希望朋友越来越多。但苏联已经消亡了，此时想要加入霸主一方，必然需要展现出自己的价值。而瑞典选择的就是甘当美国的马前卒。2024年1月23号，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正式通过决议，批准了关于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的相关内容。对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兴奋地表示，土耳其的决定令瑞典向北约成员国又迈进了一步。根据资料显示，目前瑞典距离加盟北约仅只差最后一个匈牙利点头同意，而后者早在去年就向瑞典开出了3个条件，作为最后的考验。因此，对于瑞典来说，加盟北约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么，为什么瑞典能够实现这个十分艰难的目标呢？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答案，没错，就是瑞典足够反华。就拿瑞典新闻的辱华事件举例，在事情发生之后，中国外交部门当即便向瑞典政府展开了交涉。然而，瑞典政府却用一句“这是瑞典的言论自由”搪塞中国，丝毫没有半点道歉的意思。与之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2020年瑞典就关闭了国内的孔子学院，像宜家、H&M 这样瑞典知名的国际品牌也先后爆出辱华、歧视中国人的负面新闻。种种行径的背后，如果没有瑞典政府的默许，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实际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除了视俄罗斯为最严重安全威胁之外，中国也被其列为了安全防范的对象。除了在瑞典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似乎很多国家现在都在有意识地去中国化。例如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年，就有不少在海外的朋友发现，一些国家的英文标识从前些年的 Chinese New Year 变成了 Lunar New Year。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意义却相隔甚远。对中国来说，更是一个赤裸裸的阳谋。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就束手无策了吗？其实也不尽然。就拿瑞典民众现在的反华心态来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西方媒体的刻意引导下，对中国积累的错误印象产生的结果罢了。例如，曾经就有一位网友分享到，他在国外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礼貌的外国人，义正言辞地对他发出质疑，询问中国为什么不让韩国独立。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个段子，或许会感觉很搞笑，但实际上，这何尝不是外国民众被长期蒙昧的体现呢？所以我们才需要用真诚去消除这种误解。幸运的是，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如今的世界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曾经写道：“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如果没有看到过真实的世界，西方民众自然容易被蒙蔽，但现在看到了，原本那牢不可破的印象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松动。所以我们只需要坚持自己正确的道路，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